想看哪里啊？季主任，您不记得我了？看着是有点面熟。我周静雯，06级的，在规培的时候是您带的。我记得您最喜欢吃学校后面的山楂糕，没记错吧，师兄？这你也记得？季主任，我去个洗手间。周静雯，抱歉，印象不深了。您印象深不深没关系，我印象深就行。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学校，我们几个女生常常聊到您呢。哎，06级呢？你跟乔阳是同学？是，但是我跟他不熟。季主任，那我们就讲好了，后天来革命见啊。这个真保证不了，我这脱不开身。没关系，我明天再来问你。哎，今年的高峰论坛在你们3院啊？对。能不能邀请我来？行吧，那我给你安排。太好了。哎，乔阳，乔大夫，看这谁啊？你老同学周静雯。季主任，腾冲的视频会要开始了，差点给忘了。你们俩先聊啊，我先过去。小周，保持联络啊，再联系。哎。周静雯，你就不配当医生。乔阳，我们走着去。想到当年跟老师来这里汇报，都胆战心惊的，眼睛只敢看着地板。现在感觉这个楼还挺高的哦。这楼前年才盖，10多年没回来，变化挺大的。你回3院就是单纯想来怀旧啊？这倒不是，我是来找季主任谈合作的，看他有没有可能来革木。猜到了，10多年不敢回来，一回来就是挖墙脚，你还真是没变哈。我是光明正大的，我开出了比当年陆军还要好的条件，我看季主任有点动心了呢。他这人，超市鸡蛋打折都动心啊。季主任要开一台这么有影响力的手术，等到做完，肯定是鲁和面的前3名好医生，要被挖墙脚也挺正常的。如果你对革木有兴趣，我也可以考虑考虑。那你可快别考虑我了，你们民医院从早到晚的拉双眼皮子，我腰不好，受不了那份辛苦。你可能不知道，民医医院占市场的80%。将来这些病人要是想要做医美，肯定会来革木。或许吧，我只知道在你那做坏了的人，一定会回3院来找我的。Most experts do not suggest a complete surgical removal and think that a 20% removal is the most ideal case. The only person supporting you on this is me. You're indeed my teacher. Keep going to say. You definitely would say bird. However, what a true doctor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is how to elevate a patient's pain. The
question right now isn't about choosing the better surgical plan, but rather, are you willing to risk your entire career for this? Dr. Yang, I would say yes. I'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every second of my life. And the chances of dying? Recklessness isn't bravery. Can you decrease the chances of dying to a minimum? 还跟我说什么独一吧，我就是你的小白鼠。手术成功了，你出名。搞砸了，死的是我。你疯了！万一弄不好，毁了他又毁了你。我不做你那个狗屁手术，做了也是白做。咱们以后还有机会。没有什么机会啊，继续做怪物的机会。这一大坨孩子，我不做是个怪物，我做了还是个怪物。所以20%局部切除的方案你是不接受？绝不接受，绝不。手术是为了给病人解除痛苦，不是给大夫过手瘾的。是你答应我你能做全切的，你就是个骗子，怪我活该被骗，怪我就该去死啊！我只想像个人一样活着。专家院长来我院参观。我院呢是有着100年历史的一个集科研、教学、临床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我院呢现在有主任医师206名，副主任医师304名，主治医师407名。哎，陈院长，这是您吗？是啊，怎么不像？不像。这看来你们医院不太好管理啊，看把你们院长累的。这至少瘦了30斤呢。哪儿才30斤啊，50斤。50。多亏了他们，我这脂肪肝都好了。这是陈诚，主任医师。陈主任你好，欢迎你。你好，你好。巨学峰整外的副主任，也是我们的学科带头人。你好，刘院长。哎呦，年轻有为啊！不敢当，不敢当。陈院长，这些都是你们整外的精英吧？对呀。刘院士你好，你好，我是格木整外主任周静文啊，今天特地申请来观摩学习的。格木乔阳本院整外医师，不好意思啊，今天我轮休，我特意赶过来，就是想给各位专家分享一个我院的特殊病例。各位专家这边请。请吧。选择全切的方案，对我们医院和整个团队来讲，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我们也是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来传一下。那各位专家也看到了，我的这位患者呢，是一位青春年少的女孩子，她今年才23岁。那如果说未来的几十年里头，她都要顶着这样一张脸去生活的话，那她是没有一天轻松愉悦的日子可以过的。也因此呢，我们在跟患者本人以及患者家属非常深入的商讨之后呢，我们决定跟患者一起来为他的未来搏一把。各位专家手上是我们这次初步方案，请大家多多指教。周大夫，方案呢还不成熟，班门弄斧了，也听听专家们的意见。这个小姑娘真是太不容易了。方婷，你放心，交给技术人没问题的。这个案例我们院也特别关注，尤其是做这个全切的手术，真是不得了。要不是像季主任这样有胆识，陪着病人冒险，你还真是我们年轻人的好榜样啊！是病人和医生共同的冒险。当然了，首要前提是我们医生得有自己的判断。季主任已经带着我们进行了这个非常严密的术前探讨我们也对所有的风险进行了全面的评估。我们整个团队呢，也会用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去面对一切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所以对这一次的全切，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科里当然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了。刘院士，可能您不记得了，我毕业那年正好是您到我们学校去做演讲。您在台上说，
医学的每一点进步都是要力排众议的，那医学的每一次发展就是要敢为天下先。哎呦，谢谢你记得这么清楚，谢谢。您这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所以这一次季主任真是顶了非常大的压力，那尤其是厉主任，他对全切的方案是给了最大的支持的。您看他们这个方案做的还是很用心啊，小姑娘，你看你有这么用心的主治医生，一定不要放弃希望，好不好？我是不是能有一份方案啊？我看每个专家都有。没纸了，不好意思啊。陈院长，你们哪天做手术通知我们一下，我们大家都一块观摩一下，好不好？一定一定，欢迎光临指导。我还不了解你吗？你从来就看不上科里那些人，别说同事了，我爸妈，你爸，你关心过谁呀？你尊重过谁呀？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在乎的人，你只在乎你自己。谢谢你这么高评价，老太太到底怎么说？你以为你搞这么一出，老太太就能松口了？万一出点意外，你那前途还要不要了？全切才是我想要的。方婷有权利过正常的生活。你不用每次都那么较劲啊，她不是教会。你行了啊，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行了。老太太不同意，但是方婷找她了，说要么全切，要么不做了，立刻出院。明天上午8点，全院专家会诊研究你的方案，你主导，满意了？季主任不肯来吗？你消息可真快啊！今天上午要不是约了金利老板在喜来登谈超光子、超声炮，我也过去了。现场都是我的眼线，4院韩主任、7院老马，还有华科会卢总，那都是多少年朋友，全程给我直播。怎么听说现场杀出个陈小金？不好意思哦，我还得看点资料。教授，我考进来就是为了读您的硕士，我和乔阳分数一样，为什么选他不选我？罗静文吧，总算对上号了。全临床选硕的每个科室只能留1个人。为了这事儿啊，我还专门找过你们冯院长。你们冯院长骂我，别太贪心了，不能所有的好学生都归你一个人。这事我尽力了，没办法，确实没办法。就因为乔阳是本院的，选不选他，和他是不是本院的1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是我抓就抓上了。不服？我去抽根烟。你哥给我的，有2万。拿着吧，要不然他睡不好觉。我哥这人从小就这样，胆子小得很。妈，要是害怕就再想想，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初中的时候，这瘤子还没这么大，同学给我起外号叫金角刀，我很生气，撕了他们的作业本。后来这瘤子越长越大，人缘却越来越好，全班的好人好事作文写的都是我。再后来，
大家看到我的第一反应都是害怕，说我是怪物、畸形、像马、像鱼、像恐龙，还真不像人。这是我小时候，小时候挺可爱，现在呢？胖了点。人家都说了，小时候好看靠基因，我就靠你了。现在想想，尖角大王还是挺可爱的。弟弟啊，咱不紧张啊，一会儿就好了。你不是想去新疆吗？爹带你去，咱们想去哪儿去哪儿，好不好？啊，家书请留步。别害怕啊。哥，等结束了，你就忙你自己的事去吧，别再这么累了。别害怕。哎，老季，你那前妻可真够厉害的呀，闹成这样还让他主刀，你是不是什么把柄在他手上？老罗，啊，你投我少是有原因的。你别不爱听，你看你们家现在那位，以前也是科里的护士吧，现在全职太太，每天没事儿做做脸，遛遛孩子，多好。那乔阳就不知道享福，天天在这儿跟我们争得头破血流的。老罗，你太太都500项高管了，赚的可比医生多多了。你说，你怎么也还在这儿给我当助手呢？在家遛孩子多香。不舒服啊？原来我也怕死。我进过无数次的手术室，只有一次是我躺在台子上，那次我是个病人，大概跟你现在差不多大年纪。大夫跟我说：“你把眼睛闭上吧。”我说：“不行，我得看，因为我怕这是我看见世界的最后一眼。”那给我主刀的也是个女的，头发花白，戴一个大口罩，笑眯眯的看着我。她跟我说：“别怕，你负责睡一觉，我负责叫醒。今天也是一样，你负责睡一觉，我负责叫醒你。别怕，宝贝儿，都瞪眼看什么热闹？不想下班了是吧？我前两天看了一医疗剧，你说现在这些影视剧为什么哈？一拍咱们医生做手术，要么就过度严肃。要么呢就是过度紧张，一看出血就大喊大叫，不好了，出血了，咋咋呼呼的，出血嘛，止血就行了嘛。要夏萍那样，早在医学院就被淘汰了。原来这地方神工做多了。说一下神经保护。这儿有吗？没有，可以下刀。这个大土豆啊，想把它从地里翻出来可真不容易啊！各位领导请进。来，请进。这位见过吧？咱们诊外的厉主任。你好，请坐。请坐，请坐。你好，厉主任。请坐，请坐。厉主任好。请坐。好了，咱们看手术吧。来，请坐，请坐啊。你好，哎，请坐。别离开齿来。
血出有点多，再吃血。血压97、75。切除情况还不错，顺利的话，最多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嗯。纱布，出血太多了，根本看不到出血点。收血，吸，往这儿吸。血压76、45。收血。血呢？我去拿。找到出血点了，奠定止血。你别怕，你负责睡一觉，我负责叫醒你。笔记本了。手术继续。你真是叹为观止啊！是啊，这个手术太精彩了。你看完这都看得很到位，你吃完没？以后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也是后生可畏。行了，接下来会做一些检查，你放心，会制定适合你的方案的。
谢谢你啊，医生。不客气。别怕啊，蓉儿，别怕。主任，这样的话，他又得面对公众，会不会太残忍了？真正残忍是造成他伤疤、伤害他的那个人吧？至于公开手术，是他同意的。可是做这些疤痕修复对他来说真的有用吗？那你说说看，什么对他有用？畜生，绝对是畜生，怎么下得去手啊？我算了一下，超过3厘米大的疤痕有30多处，算上小的，一共有70多处。我的妈哟，简直就不是人啊！光是大的疤痕修复至少就要6个小时。6个小时，做疤痕修复啊？换作是你，你会对这个手术有兴趣吗？3小时，啊？公开手术， 8小时，患者也同意了。邱主任，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有魄力的。放眼望去，咱们医院谁能接这个手术？谁敢接这样的手术啊？八手联弹呗，4个人一块儿上。问题是江蓉能分成4班吗？别阴阳怪气的，行不行啊？李总，手术当天能不能安排头部的媒体啊？必须能啊！你要3个小时完成手术，我把所有平台大 V 都给你叫来。太好了，这3个小时完成，不仅做正面的疤痕修复，还可以做腹部收紧。我会尽快做方案。3个小时2台手术。103换液。方婷是吧？哎，是啊。乔医生是不是来过？哦，人家升职了，不在科里了。那他不管我们了？行，换好了啊。谢谢啊。乔阳，恭喜啊！什么乔阳？乔主任，毛发移植中心乔阳乔主任。对。老杨啊，不，乔主任，您这一走啊，再见可就难喽。就您这种情况，再见不难。啊。死鸭子嘴硬。这个决定是全院的意思。方婷的手术做得很不错，院里边非常重视她。上个月呢，这个老隋退休了，毛发呢就缺了一个主任，正好呢可以锻炼锻炼他。你们俩不是离婚了吗？你这么替他说话，我怕你媳妇儿吃醋啊。主要是觉得乔阳这么好的技术，清毛发真有点可惜。他属于为手术而生的那种人，而且您了解他那个臭脾气，在那边时间长了，万一有一天他……我建议你把眼光放远一些。我们是整形外科，跟别的科室不一样，安全纪律不能有一点差错，越是医技高超，越要小心翼翼的。乔阳啊，是个难得的人才，对，这点呢我比你更清楚。无论是医学天赋、工作热情、勤奋程度，啊，都是没可比的。所以呀，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他。把他磨的脾气都没有了，我也是为他好，放心吧。主任，我觉得他，主任，服务员，给我个菜单。哦。
他来什么我也来一份，还有2瓶啤酒。小胡，你们店最贵那套餐叫什么来着？海陆空套餐788，来，开始。没问题，不要香菜。好。我记得你不吃香菜。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读书的时候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了。我还记得研一的时候，你拿到学生金刀的头奖，还有2010年那本《中华耳外科》，你写的那篇论文，利用耳甲软骨修复单侧唇裂鼻畸形，我没记错吧？当年我就知道，我们学校唯一能成的就只有你一个，我比不了。打扰一下。你说我们做医生的上了手术台累死累活连轴转，还要维护良好的医患关系，要不然就被投诉。我想你们大医院应该更烦人吧？最讨厌吃饭的时候有人打扰。你到底想干嘛？给你1分钟。你说我们2个都在同一个行业，怎么都没碰到呢？那天见着面也没好好聊。喝一个，开车。干杯！还有40秒。已经半年前的事了，她丈夫即将被宣判。嘉荣想要做疤痕修复手术。这个手术有难度，有话题，我觉得非你莫属。3元1台手术给你多少钱？我付3倍。老同学，考虑考虑。真是挺佩服你这种人，你为了达到目的，居然可以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记得买单。这里什么节奏啊？整容失败了呗，这一整容失败，之前谈男朋友都跟别人跑了。谁呀？乔怪整容？明恋上整容，这不想不开吗？收费是按毛囊个数啊。您这种情况，差不多2800单位，得花不少钱啊。不过您这个候诊的毛囊数量也不多，不够支援前线的。我觉得您那小帽子挺好的，算了。这什么玩意儿？真是头发都拖不起。下一个。季主任，行，季主任也有需求啊。后边没人了。没人了？嘿，好久没看门诊了，还没过瘾呢。老太太让你来毛发，你还真答应啊？这太不像你了。干什么都有代价，我早猜到了。方婷的手术做完了以后，不得给我点颜色看看呀？要不老太太怎么服众？咱俩以后可评级啊，你可得叫我乔主任。你这状态可不太对啊！你想好了，在这你可动不了刀了，这你能答应？哼，我有不答应的余地吗？无所谓了，反正外面还有的是手术可以做呀。等会儿，你不会是想走吧？他们都说你和 PSOA 那边一直在联系。你今儿到底干嘛来的？刺探军情啊？还是老太太派你来看一看回国态度？跟老婆又吵架了？是爸的事儿。哎，这不是洋洋吗？
好长时间没回来了。杨阿姨，哎，经常回来看看啊。好好好。洋洋，这门怎么打不开了？锁坏了，重新换了一把。我爸呢？老乔出去了，你来怎么也不说一声？来，安静。季雪峰不说他进急诊了吗？都怎么还一个人出去瞎溜达？他买菜去了，我劝他，他也不听啊。他得一回病啊，就更倔了。等回来你劝劝他。我进我屋拿点东西。结个婚呀，真是麻烦，不说装修，就收拾收拾就2礼拜。那个正好外面收拾出来那些东西，你要是觉得有用，你就拿走。那个，这人太多了，踩了我好几脚，真是。哎，琪琪不是爱吃鱼吗？晚上呢，咱们你怎么来了？我没事，就是痛风，老毛病。哎，季小红也是，大惊小怪。你都会做红烧鲈鱼这么高级的菜了哈？我你的手艺还差点火候。我妈那钢琴放哪儿了？卖了，那花里胡哨东西我们用不上。你以后卖我妈东西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还有，你有事别老找季雪峰，你女儿还没死呢，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找他怎么了？啊，人愿意，我找得着你吗？我打电话你接吗？洋洋留下吃饭吗？你也不早说，家里也没有好菜。我有鱼吗？可也不挑。今年的国际护士节，各地举行了一系列。你这手艺有进步啊？还行吧。前几天你那手术全期是对的。你看过方案？季雪峰可真行。他是骨线增殖，跟单纯的纤维瘤还不一样，病变范围大，长了7、8年了，那并发骨折那是大概率的。像这种情况也不一次性的做干净，后期啊还得骨科给你们擦屁股。你要擦屁股？会诊的时候那骨科王主任就在场，20%那方案谁没意见啊？王志，他当然，他不会反对，他从来就不会反对。近日，持续引发社会关注的家暴致死案件昨日宣判。据记者了解到，被告人妻子目前正在治疗当中，没有出席庭审。这些年来，一件件的家暴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我最看不了这种事儿了，自己孩子都打死了，那还是人吗？女人最重要的是嫁对人，选错了人，一辈子就完了。你是怎么得出这结论的？远的不说，就说琪琪的前男友，他就是心眼多，跟他没有好日子过。还是现在小豆好，他直接跟琪琪说，婚礼就让我们操办，一切都听我们的。这孩子人品好，踏实，琪琪性子软，容易受人欺负。就是说那天选婚纱吧，那售货员就那么忽悠几句，他就动心了。婚纱，这玩意儿就是个一次性用品。是啊，还2万多呢，幸亏你爸拿了主意，才选了合适的，对吧？那个红的啊，中式旗袍，多喜庆啊！人结婚你给选衣服，怎么了？真是。结婚礼什么时候啊？月底。哎，老乔，你怎么没跟洋洋说呀？
我们也是觉得你太忙了，怕你不能来。他忙什么呀？他现在天天忙着往人脑袋瓜子上种芝麻。人植发也是外科，你就不能对别的技术部门尊重一点？吃饱了，你慢慢吃啊。你要是有琪琪一半那么听话，就不至于混成现在这个样子。你说你去干那个有什么意义啊？这人脑袋上没头发就不能活了？我有时候真怀疑季雪峰才是你的亲生儿子，你俩价值观都出奇一致。你觉得没意义，但有人在乎呀。我有这手艺，可以让人活得更体面、更漂亮，这怎么就没意义了？什么意义？那漂亮能当饭吃吗？你说你妈那时候，地都下不了了，还非得天天戴假发，戴来戴去，给她戴好了吗？是医学，是我的专业技术能给她治病。你不也没给她治好？这是王琦的婚纱吗？对啊，给我吧，我就是王琦。